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有安全感的庇护所。被困在了中伯利亚的荒原，而眼前出现的巨石竟然成了他在暴风雪中保证自己安全的图谋。此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已经超过2年没下雪，就在评论区吱一声，我看看是在哪里。当天空飘起细小的雪花时，阿克知道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由于指南针失灵，让准备穿越东伯利亚的他，竟然来到了更为神秘的中伯利亚高原。面对可能即将降临的暴雪，他开始寻找避风点。而眼前这4块巨大的岩石竟然围合出了一个天然的堡垒形状。迅速卸下装备之后，阿克掏出了工具。第一步就是彻底清除洞内的积雪，先从源头上隔绝湿冷。此时，一个能抵御暴雪的安全庇护所蓝图已经在他心中冉冉升起。紧接着，他在门口用碎石垒起一道矮墙。可别小看这个设计，这屏障不仅能抵御地面灌入的溜角风，还能保证里面热量散不出去。下雪之后，气温就会迅速下降。阿克敏锐地利用天然的岩石，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原生态的壁炉。当他把火种准备好，刚要用火势点燃，雪花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飘落了。阿克知道他必须要加快速度了。给炉子添加柴火之后，他迅速地来到了林子里寻找干枯的树枝。这场雪可能会一直下到明天，准备出更多的柴火，才能保证庇护所内一直有持续的热源供应。紧接着，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在林子里扛回了一根原木。现在的雪越来越大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屋顶尽快的做出来，防止有雪积压在庇护所里。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但是所有的热空气全部都从上面流失了出去。阿克从背包拿出防雨布，盖在了庇护所的上面。为了屋顶不被吹飞，他用防风绳把4个角牢牢地拴在了底部的石头上。当庇护所的骨架落成，阿克便转身投入森林，开始收集那些散落的枯木。因为到夜晚来临时，气温会达到-10°度左右，充足的柴火可以让壁炉持续炙烤周围的岩石，岩石会慢慢的储存热量，给他的庇护所提供温暖的屏障。随后，他搬回来了一根原木，然后将它架在了门口。底部做出来的台阶能有效防止夜间的积雪倒灌进室内。现在炭火将岩石烤得很热，阿克决定在天黑之前解决晚餐。炭火可以给锅提供高温，放入油之后再放进牛排。担心香味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于是阿克挂上了门帘。当高热的油温将牛排煎至熟透之后，他用饼把肉卷了起来。饭后，他把刚才没用完的原木开始进行分割，切割成了小段之后，把这些柴火扔进屋内备好。此时，暴风雪在外面呼啸，而这个可以抵御10级风雪小屋里，篝火也在持续的燃烧。铺好床之后，阿克也要休息了。虽然外面狂风暴雪，但小屋内温热的岩石和跳动的篝火将持续给他提供着这独一无二的安全感。